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在虚空雷池偶遇了大家都知道，就他不知道的迦南学院院长芒天池。之后就和黑琴再次回到古龙岛。一回来，萧炎就发现龙岛中多了不少隐晦强大的气息。随着紫炎这个龙皇再现，东龙岛的实力大涨。萧炎明白，等紫炎闭关出来后，就要开始一统古龙族，这注定会是一场不会太轻松的道路。萧炎和竹里长老几人交谈间，从古龙墓中闭关的青灵出现。现在的青灵虽然还没有彻底炼化九头天蛇的灵魂，但经过这次之后，九头天蛇已经难成气候，迟早会被青灵同化。而这次闭关也让青灵一跃成为6星斗尊。萧炎在一旁有些郁闷，心头也有些不太平衡。不过像这种一下连蹦将近5星的实力，青灵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毕竟九头天蛇的灵魂怕是世间也仅此一头。萧炎谢幕过后，就问竹里长老，紫炎还没出关吗？紫炎这次闭关需要很长的时间，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就没人知道了。萧炎默默点头，他们也不能久待下去，这次出来的时间太久了，若是一直不回去，药老会担心的。竹离并未阻拦，还拿出一枚精美的银色空间玉简交给萧炎，让他日后若是有事要来东龙岛，就将之捏碎。玉简中的空间之力会自动形成空间通道，将它传送过来。黑琴将萧炎和青灵送到了星陨阁附近。分别前，黑琴说等古龙族中大势稳定，他随时都能出来，到时候再遇到魂殿的人，自己就帮萧炎收拾了他们。萧炎笑着点点头，黑琴是一个粗中有细、性格不错、很适合结交的人。萧炎回到星陨阁后，风尊者脸上浮现一抹震惊之色。此刻萧炎的气息比起他来都要隐隐强上一线，对此药老并没有太大的意外。萧炎将这段时间的情况大致跟他们说了一下，药老说自己这里也有一个关于净莲妖火的好消息。萧炎脸上瞬间布满惊喜之色，难道净莲妖火最后一张残图到手了？要知道，净莲妖火一直是萧炎心中梦寐以求的异火，以他如今的实力，要是能吞噬这个异火榜第3的异火，瞬间蹦到斗尊巅峰都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药老并没有得到最后一张残图，而是得到了一些和他有关的消息。中州每隔一些年头就会有一场颇为特殊的空间交易会，这个交易会很是神秘，能参加的最少也要达到斗宗巅峰，但其实就连一些斗尊强者若是没有特殊渠道都无从得知。药老和交易会中一些人有点交情，打听到了净莲妖火最后一张残图会出现在交易会上。这张残图的主人因为自己只有一张，所以打算拿出来交换其他的东西。萧炎对这张残图势在必得，不过现在这事还不急，因为空间交易会几乎是10年一次，而现在距离下一次交易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萧炎一听说还要这么久，就有些着急。风尊者在一旁开玩笑，让萧炎若是急着要异火的话，就去打听打听其他异火的消息，或者看谁有异火就去抢过来。药老笑了笑，这世间拥有异火最多的势力应该是炎族，炎族是远古8族之一，实力之强远超萧炎的想象。再次听到远古8族这个词，萧炎心头一跳，问究竟是哪8族？药老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古族、魂族便属于远古8族，除了这2个种族外，还有5个至今依旧存在的种族，分别是炎族、雷族、药族、石族以及灵族。萧炎沉默了一下，似乎只有7族。药老看着萧炎，还有一个已经废弃掉的远古种族萧族，也就是现在的萧家。萧族也曾经出过斗帝，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拥有斗帝血脉。斗帝血脉并非能永远延续，而继续延续下去的方法便是再度出现斗帝，给他们的血脉新的活力和生机。可惜萧族从那位斗帝之后再未出现过斗帝强者，最顶尖的就是萧炎的先祖萧玄，但萧玄当初拼尽全力也没能挽救萧族这个彻底没落的种族。萧族所谓的斗帝血脉几乎彻底废弃，药老在萧炎身边这么多年，从未感应到他有半点斗帝血脉。萧炎也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实力几乎全靠他的努力得来，所谓的斗帝血脉并没有起到半点作用。药老拍拍他的肩膀，他相信萧炎迟早有一天能让萧家那废弃的斗帝血脉再度重生。萧炎目光突然转向药老，问他是否和所谓的药族有着关系。药老就知道这个滑头的家伙听出了点东西，他的脸上浮现一抹透着细微哀伤和苦涩的笑容。药老的确是药族的人，但他是属于被种族抛弃的那一种，身在远古种族，压力远比其他地方更大。他们以血脉的浓郁来分辨等级身份，而药老和萧炎差不多，体内的斗帝血脉稀薄的可以忽略不计。
当初他因为执行一项任务失败被药族驱逐，药老离开后并不服气，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炼药术中，而后单独在中州闯荡，混迹将近100年，也算有所成就。最开始药老还想着药族会将他再次召回，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他就没有了这种期望。再加上药老的父母在他幼年时就已经逝去，所以他并没有一定要回去的执念。药老看向萧炎，到时候他要让药族的人看看，他收的弟子远远超越了那些被他们视为宝贝的斗帝血脉拥有者。听到药老的曾经，萧炎心头对所谓的药族也多了一份厌恶之感。而据药老所知，炎族中应该有4种异火，其中有2种异火更是名列前10，药族也拥有2种异火。不过药老劝萧炎别打这些异火的主意，因为他们经过无数年的传承，早就被施展了强横的传承印记，即便萧炎得到了，也无法炼化吞噬。萧炎无奈的点点头，如今只能安心等待空间交易会的开始。药老告诉他，在这之前他还得动身去一趟古界的古族。萧炎手掌猛地一抖，轩儿的脸浮现在他脑海中，想到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女孩，他的眼中涌上一抹火热。再有1个月就是古族20年一届的成人礼，能够有资格参加成人礼的都是古族中最为优秀的年轻一辈。若不是这次药老进入半圣层次，想必星陨阁也接不到古族的邀请帖。药老拿出请帖，只有他便可以进入古界。这次原本应该是药老前去，但近来有不少老家伙看在他的名头上加入星陨阁，再加上又有魂殿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一时走不开，所以这次走一趟的任务只能交给萧炎。萧炎接过黑色玉帖，让药老放心，自己绝不会丢他的脸。药老让他过几天就动身，到了古族要多加谨慎。据他所知，薰儿是古族中这么多年最为完整的斗帝血脉，也是最有可能够突破到传说中层次的人。萧炎想要和他在一起可并不容易。萧炎一直都知道薰儿的优秀，但这个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分开他们2个。药老让萧炎这次将天火尊者和小医仙带上。天火尊者在药老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6星斗尊的层次。至于小医仙，药老让他独自去了一处古墓，那里是曾经一个恶难毒体拥有者的作化之地。当年药老留下的毒丹之法就是从那里得到的，在那里小医仙能得到彻底控制恶难毒体的办法。等小医仙回来，便是他们动身前往古界之时。萧炎在等待期间开始修炼在丹会得到的太一魂诀。他现在的炼药师等级应该是处于8品初级顶峰的地步，灵魂应该处于临近初期，而提升炼药师等级无疑就是提升灵魂力量的境界。参透了太一魂诀后，萧炎便拿出在斗圣遗迹中抢到的地阶高级斗技大地钢炎。就在他沉浸这2者修炼的第8天，属于小医仙的浩瀚气息出现在他感知中。萧炎气息了一口气，没想到小医仙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他推开房门，看到眼前的小医仙，不禁有些呆了。现在的小医仙一头白发再度恢复成原本的青丝，整个人除了越发成熟动人的气质外，其余的和萧炎当年在青山镇第一眼见到的救死扶伤被无数佣兵奉为心中仙女的小医仙完全相同。萧炎的目光顿在小医仙额头处的淡灰色符文，小医仙告诉他这是恶难毒体占据的地方，如今他全身的恶难毒气都化为了这个符文。在修炼了那位老前辈遗留的功法后，小医仙一跃到了7星斗尊。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萧炎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实力大涨。这种阵容，即便面对魂殿的截杀，只要他们不派出半圣级别的强者，他们一行人也能够全身而退。小医仙回来后的第2天，萧炎一行人便赶往古界所在的东域。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